你替本侯了了皇上一桩心事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能帮侯爷分忧是草民的本分，不敢要赏赐。既然你不要赏赐，那我就要数数你的罪状了。你该知道，擅改皇家葬制是要杀头的。侯爷，草民不敢，草民不敢啊！这样吧，本侯恩威并施，先杀了你，再赏你一副上好的棺材和金银陪葬。侯爷，草民是自愿来皇陵的，不是被抓来的。侯爷可知草民为何一定要来？想显示你聪明过人，但智者不寿，聪明人死得早。草民是想侯爷赏一口饭吃，草民想跟着侯爷侍奉侯爷。想跟随本侯的人多了，凭什么选你？侯爷的大公子在工部为官，公事繁重，草民愿用毕生所学的建筑堪舆之术，为侯爷还有大公子肝脑涂地，鞠躬尽瘁啊！侯爷，说，此人来路查明了，温州府生人，8岁父母双亡，流落到江宁府清泉镇，跟着一个木匠营生。前不久一场大火让他流离失所，只能北上寻找出路。于几日前刚到京城。此人留用。多谢侯爷。去侯府报道，不得有误。侯爷，小人还有一事相求。与草民同行的几人在墓道中不幸殒命，若侯爷能对他们月行抚慰，他们九泉之下定会感恩侯爷的厚德。哎，你就是新来的幕僚？在下藏海。啊，我叫惠建，也是侯府的幕僚，比你早来个2年。从今往后呢，咱们就是同僚了，是吗？不。哎，我听说你的事儿了啊，本事不小啊，居然能够活着从皇陵里出来，还进了咱们摄人府。今后还有劳惠建兄多多照顾了。哎，照顾谈不上啊。不过我跟你说啊，在咱们摄人府里，太有本事未必是件什么好事情。大概我也关照不了你太久。惠建兄真爱说笑。来，跟我来。我给你讲讲这儿的规矩。你刚才进来的那个门，每天卯时开，亥时闭，是专给侯府里边下人们进出的。正门呢，是供侯爷和家人进出的。除此之外，只会在逢年过节时开半个时辰。咱们幕僚呢，每日辰时到午时著书立传，未时到酉时论述时政，饭点儿就去东边的厢房吃饭，戌时要做完晚课才可以上床睡觉。大致呢就是这些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哎呀，这些规矩其实都是侯府的长史杨大人定的，其他时辰你可以自行大法，自行安排。不过我每天做完这些事情之后，就已经累得什么都不想做了，倒头就呼呼大睡。你也一样。这杨大人真是用心良苦啊！我带你去书院看看。有劳惠建兄。王侯开国，子孙世袭，故称世家，所以这本《侯门记事》起名《庄氏世家》。杨大人，惠姐，
先下去吧。是。你就是那位帮侯爷解决太后下葬难题的风水先生。在下藏海，拜见杨大人。果然是青年才俊，侯爷身边得到如此的人才，是我杨真之福。贵县方才把这里的规矩都跟你说了吧？是。这儿的规矩，比太学詹师傅的都要大。但你们在这儿养成了规矩，以后到了朝堂之上就不会犯错，才不会给侯爷丢人。杨大人的意思是，幕僚们还有机会进入朝堂议政，在朝为官了。当然啊，侯爷设摄人府就是为国朝选贤举能、提拔栋梁，难不成让你们在这里都虚度光阴吗？不过你们这些读书人知道怎么跟侯爷这个武将打交道吗？一不小心就军令处罚，到时候别说加官进爵，就连小命都可能不保。我不护着你们，谁还能护着你们？还是杨大人思虑周全啊。我为什么让他们在这里编撰《庄氏世家》，就是为了让他们多了解侯爷，知道侯爷的喜好，免得在他面前失了欢心。只要将来时机成熟，我定会引荐他们，得到侯爷的赏识。原来如此，小的受教了。你有惊天伟地之才，今后在侯府定能崭露头角。杨大人，嗯，侯爷问起今日是否有一名叫藏海的幕僚前来报道。啊，侯爷什么事？侯爷说让他看看内园的风水。啊，是这样啊，藏海在这儿，赶紧去。是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件要紧的事差点忘了。昨日暴雨，祠堂漏水，侯爷命我找人修缮，但祠堂的屋檐斗拱都是老式的法子，我找了一大圈都没找到会这门手艺的工匠。等又落了雨，那祠堂的祖宗牌位又要遭罪了。听说你会堪舆之术，修缮旧宅，不知道会不会？小的对堪舆营造之术略通一二，或许可以帮到杨大人。哎呀，太好了！看今天的天色，恐怕是要下大雨，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呢。算了，见侯爷要紧，别耽误正事儿。侯爷要是怪罪下来，我担着就是，怎么也连累不到你的身上。祠堂供奉的都是庄稼先祖，大庸以仁孝治天下，侯爷也是至诚至真之人。我若放任祠堂失修，导致庄稼先祖牌位受损，乃我大失职啊！可是侯爷那边，还请杨大人替小的给侯爷回个话。小的今日恐怕不能替侯爷看园子了。你放心，侯爷跟前我一定听你美言。谢谢杨大人。
公子，您这是？上壶茶，把灯点上。公子，您要点灯？对啊，点灯。公子稍后。客官久等了，你的灯。姑娘，为何这灯与其他位置上的灯都不一样啊？客官，您不知道啊？哦，我初来贵地，不太懂这儿的规矩。敢问姑娘，这灯有什么来头？您坐的这个位置叫朱雀头，是我们诊楼留给最尊贵、最捧场的客人的。谁坐了这朱雀头，掌了灯，就表示包下今晚的望月阁。不仅要给台上的伶人打赏，这台下看客的茶钱、酒钱也一并包了。这一盏灯1000两，上次点灯的还是永荣王爷。这灯我不点了，这座我也不坐了，告辞。慢着，这朱雀头既然坐上了，不是说走就能走的。这灯点上了，更不是想灭就能灭的。实不相瞒，我没有那么多钱。这是我的全部家当，7两银子。这座我实在是坐不起。楼下有位置，跟我走吧。刚来京城啊？是。在我们诊楼站着看戏也是要收钱的。你站的这个位置5两银子，你刚刚给了我7两，这剩下的钱我是退给你呢，还是跟你讲一讲今日这出戏？讲戏我就只收你2两，来的都是客嘛。好，那就请姑娘为我好好讲讲吧。风云望夜，凤凰先去。这只凤凰，就是太后。挺聪明的嘛。这只凤凰是8日前驾崩的太后，这条龙是先帝，而旁边那条锦鲤是先帝最宠爱的李贵太妃。仙龙已封礼，不顾凤凰求。太后驾崩，依照礼制，自然要与先帝葬在一起。
可是先帝身旁也有李贵太妃陪葬，此等难题便抛给了皇上。那这只金龙就是当今皇上，那群蟾蜍又是谁？当然是聒噪的文官，你看是不是很像？皇上无子，这些年一直被朝臣们逼着立嗣。太后驾崩以后，他们更是变本加厉，不是上书进言，就是伏跪死谏，要求皇上依照礼仪宗法将李贵太妃迁出皇陵。现在朝廷分为两派，一派以临淄王为首，要求尊太后一命，另一派却不从。那被蟾蜍们簇拥着的雄鸡，就是临淄王。临淄王是太后亲子，太后合葬的事情就是他上书朝廷，他还想以此为由回京1年为太后守丧呢。金龙怒冲冠，遁入云霄去，自此无影踪。皇上怎么说？你没看到那条龙飞走了吗？这事皇上不管了。白虎领天命，欲把风波定。群蝉乱生事，寥寥剩3人。这白虎，便是今天的主角了吧？没错，这白虎就是当朝荣禄大夫平津侯。本来被皇上下令全权处理太后下葬事宜的是工部和钦天监，但是这工部侍郎庄知府是平津侯的儿子，为了庄知府，平津侯只好硬着头皮上了。去哪儿？这戏还没演完呢。今日这里恐怕要有大事发生，姑娘，你也赶紧走吧。怎么了？你看到什么了？来，你看到我右手边那个公子了吗？他手里的扇子里面藏有一柄钢刀。我左手边那个一直在写东西的人，他恐怕就是在记录罪证。哦，我那个，别指。你看他身子做的这么板正，身上肯定也有凶器。你看2楼也有不少盯梢的人，恐怕就是来抓八公子的。他们，哎，他们啊，他们是都尉司的厂尉曹公公的人。曹公公，这曹公公是司礼监掌印太监，统领都尉司，是全天下的太监头头，上到官府衙门，下到客栈酒肆，京城各处都散布着他的厂尉。那八公子还敢在厂尉面前说这些？你来的时候看到枕楼大堂的那块牌匾了吗？亲赐恩荣，那是皇上亲赐的珠玉牌匾，有他在枕楼里，就相当于有皇上的诰令。虽然常年有厂尉在这盯梢，但他们却从未动过手。也许以前他们不敢，但今日可不一定了。怎么说？八公子虽以代号隐喻权贵，但难免得罪了不少人。而且他今日妄议的是皇上，说了太多的宫闱秘辛。再加上曹公公又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厂尉们正好可以师出有名。就算是枕楼有珠玉牌匾，
恐怕也要招来杀身之祸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八公子今日恐怕是凶多吉少。姑娘，若你与八公子相识，你也提醒他赶紧走吧。如今这里遍布场卫，以他们的手段，八公子肯定是插翅难逃。你那么聪明，你帮他想个办法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这事儿我管不了。哎，谁说的？你可以帮他一个大忙。原来阁下就是八公子啊，久仰久仰。姑娘，什么意思啊？之前从未见过八公子的长相，原来是这样一位俊俏的公子。没想到今日台上的竟不是您的真身，您亲自同我们一同赏戏，真是好雅兴啊！八公子，八公子，八公子，请受小女一拜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没人见过八公子，现在你就是八公子，还不快！给大家讲讲，要不然写本书也行啊，是不是？就是啊。